记得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你行，你也是，我也是，真的超恐怖。就是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好丢人啊！没的，你不给我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Welcome back to 翻篇 Catch Up。我要介紹一下，這是我的 flatmate， 我們要分手了，所以就趁住今日咧，可以趁佢臨走之前咧入下鏡，等大家都識係一個對我好重要嘅人。你能聽懂我剛剛說什麼嗎？聽懂了。你聽到我最後那句話嗎？很中意嘅人，不是，重要是重要，重要。未成年人不要喝酒哦。啊，那我昨天刚滿18歲耶。啊，是21歲耶。OK， 我們先吃吧。怎麼像炒菜的味道呢？好吃哎。可以嗎？好吃，推薦。但是也可以更薄，但是這麼薄我已經很開心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吃馬鈴薯的，謝謝。的那個有哎，太多了。我之前從來不吃廣東菜的。確實哎，我這幾年聽到最多的，你說的話就是這個菜有一點淡哦，如果淡的話跟我說，或是那個湯我只加了一點鹽，你可以自己再加。然後我對他說的最多的話就是這個菜有點鹹，會不會太鹹？對，會不會太鹹？有一陣子你瘋狂的就是出去吃都是吃廣東菜。是的，我只吃粵菜。好瘋哦，真的超棒。可是到現在唯一你還沒完全是一個香港人，比如說因為你還是不喜歡喝湯。真的，我超不愛喝湯。我高中什麼都是在國內讀的哈，接收到的信息，我自認為我在我的同齡人裡面的思想算是比較 open 的了，就是我願意去接受新的事物啊什麼的。但是接觸到了很多就是不同國家，刷新自己曾經沒有過的一些東西。對，所以我覺得改變自己很多。就不是說鳥或是魚的問題，可是就是因為他們大家的世界不一樣，所以有時候不一定說我這個人是對的，就是你也對的，對那種的。這個時候可以插播一個梁靜茹的飛鳥什麼魚的歌，謝謝。周杰倫哪裡是珊瑚海？你是說什麼海鳥魚相愛那個嗎？啊，是呀。Sorry， 周杰倫。多虧了你。我的普通話簡直是突飛猛進，就如果我回想4年多前，就我肯定是說2個字停一秒，就很拉卡，是那什麼？明白。對，我是 CC 的普通話啟蒙老師，還有肚子裡的蛔蟲，就是一般他說話，他說一句話，他說前面半句，我就別說了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。太厲害了，這是一種多年來培養的默契。沒錯，是的。這是薑還是土豆啊？應該是土豆啊，我沒有吃到它有薑哎。經歷的最深刻的事情，我們同時可以想一個，然後說出來，看看是不是一樣。OK， 1、2、3，下水。你也是，我也是，真的超恐怖，我都有點忘記源頭是怎麼開始的，我只記得是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。然後早上起來，我踏下地板，踩上地毯的一瞬間，我內心是有點崩潰的，就是腳按到那個地毯上，它會有咯吱的那個踩水的聲音。我就心想大事不妙，我以為就我不知道是怎麼原因，懵了，對，我就懵了，我以為是因為廁所在我隔壁，我以為是廁所漏水還是什麼，然後我出去的時候，我就跟着那個水跡一直蔓延到客廳，而且我們當時住的那個房子還挺大的。
几乎整个房子都湿透了。你房间里面的窗，还有那个厨房旁边那个连着阳台的窗，就开了，可能就真的只有一点点的缝。对，一晚上就把那些雨水就这样斜的，不知道应该是这样撇出来。感觉那个雨它就懂得要钻到那个。因为我比较早起来嘛，我发现我内心是已经崩溃到觉得就 OK 就接受吧。我也没有想要去叫醒他，我就想说那就让他睡吧，反正谢谢他，反正就那样。没想到你的房间也是，而且我还不知道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呢，好像是圣诞节快到了。就可能我也忘了，因为我有一个 highlight 记忆点是我们在家后面买了一个那个圣诞节的蛋糕，Christmas pudding 还是什么？对对对，它是 pudding， 然后看起来很可爱的小小的一个，巨难吃。然后那你不要得罪了那个 ，sorry， 好吃还不错，个人口味。对，那一段时间我是在沙发上睡的。好惨！你也是跟我在沙发上睡的吗？后来我们是找了清洁地毯的，其实还是弄了好久才干呢。太难忘了水灾。然后我想第二个我们一样很深刻的2、1重来，罪魁祸首是我。我真的不记得，我只记得那个哇那个场景。它就是我们在翻柜子顶上，我们会就放那种煲汤的枸杞。那段时间在家好像断舍离一下，然后就断到了那个柜子里。然后呢，我们加了一个凳子，爬上去看的时候，拿了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旁边都是小虫，然后那一包拿出来。而且它的虫不是那种飞虫，它是蛆，就是一袋都是蛆。我其实还有一个很难忘的事情，可是这个我们之间已经说了100万遍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要我说出来。你说。有一天晚上呢，我呢就有点晚回来，我不听。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另外2个 flatmate， 然后我晚上回家。一从电梯走出来，我已经听到那种鬼吼，我说他们肯定是听到我回来，想要故意玩我。一开门就那个声音，简直是一下就往我冲过来，我就傻掉了。你整个人就是房间是黑暗的，然后你就躺在床上，还有在说话，一边哭大哭，嚎啕大哭。你还记得在说什么吗？记得啊，还有一边马赛克掉吗？那边躺着，然后那种手不知道那是干嘛，然后你就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那么喜欢你，你不喜欢我什么还是什么？我有哪里不够好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然后就是反正任何人听到的就是那种会心好痛，然后现在都听到，我觉得自己心好痛。对啊，不过我现在是非常勇敢和坚强的女生，对，真的。那天晚上肯定就很伤心，然后就是一边在那边，然后背景我猜应该是那时候是分手一阵子了，刚分手。对，我们那天晚上就在家很无聊，然后喝着，我忘记喝了几个 shot 了，就是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我回房间推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我一躺下去，哇，整个人不行了，就是感觉我背上有一个那个眼泪开关一样，我一躺下去那个开关就开了，我就忍不住。平时拼命就是撑着的。对，我完全都不知道我晚上吐了多少次。他说他在马桶，我刚吐完，他就在马桶帮我清澡，还帮我把头发捞起来。主要是喝醉的人，他都 aim 不中那个马桶，就不要奢望一个醉了的人能瞄准马桶。对。撇开伤心的部分呢，搞笑的部分我来了，我要演绎一下。然后我们一直说什么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要不要这个？要不要那个？会不会不舒服？然后会不会想吐？因为我好怕他吐在床上。然后他就一直坚持着，他就一直跟99.9%的喝醉的人说着一样的话，我没有醉，不然你看我的手都能这样。我没有醉，真的，我的手是这样，我都不相信是我自己做出来的。
你以为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吧？其实并没有。然后呢，在那边那个惊天动地的晚上以后不久，他们就复合了。然后呢，你们会不会打我？时间快进个半年。半年。那他们复合了半年以后呢，我们就搬新家了吧？那时候我们在新家入伙的第一天，Echo 小姐就跟那个男生分手啦。请可以采访一下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我超级愧疚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下了飞机的第一天就搬家了，所以在飞机上做好了分手的打算，但是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没有说出来。当下一刻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但是呢，自己冷静下来想想看，就自己担心的点还是会发生。所以说，与其这样的话，还不如让我们各自。听起来是一个很成熟的决定。谢谢你，你真的辛苦了，谢谢你，真的，这是每个人的成长必经之路吧。对，从旁那个第三者看，替你高兴。什么时候让我替你很高兴？其实这些都是我最深刻的事情。你还有别的吗？我想说呢，这个事情你们有福了。就是这个事情，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面对面的说过。我有点紧张哎，让他紧张一下，真的，其实完全不是吵架，就是我们两个误会了彼此的意思，然后确实就是有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，然后重点是我们都憋着不说。我有说了，你没有说。他当时那天我们晚上是约的是几点钟吃饭，具体几点我不太记得了，反正就是6点吧。然后他当时是下班，你是好像是5点下班还是几点下班？有点忘了耶。对，然后他当时下了班呢就很饿，但是呢我又跟他约好了是他下班了我们就马上去吃饭。但是呢那一天我在陪我的那个朋友12点开始玩那个狼人杀，就是玩这种游戏。我们跟那个朋友，当时我跟那个朋友都说好说我5点一定要走。然后他玩到中途的时候说什么不行，什么要到6点啊或者怎么样。我说好 OK， 延半个小时。我跟他说那我们推迟半个小时。然后就种种的原因啦，就是后来我回家晚了，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呢，他模仿秀，他一进来，你饿不饿？对哎，你觉得呢？然后就是我们两个的气氛就是很尴尬。我没想到我好欠揍啊！就是因为他当时也很生气了，因为他说他等我等的饿的要死，然后我这边又没有给他回应。然后我当时回来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是很怕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他说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好讨厌，没想到。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再去吃饭？他说我不去了。就拒绝的很明显，就是那种嘛。然后后来就觉得不行，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。然后就说我为什么呀？然后你就说你的原因，我才知道他在那边是饿着肚子等了很久的，那不然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能不能补充一下？我们那时候还想说中午别吃那么多，因为晚上才好多吃一点。比如说4点结束了，然后我就跟你说什么那我现在回家等你们，然后到时候直接见。然后到了可能5点多什么时候？然后后来你就给我说你们要迟到，你们要晚一点可不可以？然后我就说可以啊，然后后来你说可能要再晚一点，然后我就内心那个 hungry 呢，那种饥饿的那个怒气已经有一点点那个叫什么酝酿，可是也是还行。可是真正的那个点呢，为什么我一下就爆了呢？是因为我就问那个你们在干嘛？我知道，我就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晚。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你们在玩游戏没有结束，然后那时候就一下我的火就爆了，因为跳入到那种怒火的那种气泡里面。可是后来把事情说开了，然后我也知道他其实很 care 这个事情，就是理解以后，其实他已经做了他所有能做的，可是事情有时候就不是你的控制范围之内。然后我呢也耍了小脾气，然后结果就是这样。真实的我们。对，就是能说出这种话，你就可以感觉到我们是有多就是亲密多熟了。就是一般你最脆弱啊，最任性啊，最就是无理取闹的样子，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看得到。所以其实也幸好我们是找到对方当室友还有朋友。如果你想我们就是如果是一个任何事情都很把自己缩小的人，碰到一个任何事情都把自己扩大的人，真的，他会变成一个 toxic relationship。对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
谢谢你，没有啊，开玩笑。春娇和志明里面，他说过一句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话，就是那个春娇对志明说：“很大声，珍珍，嘿嘿嘿，有有有。”第二个是什么来着？第二个是，好了，我们下一个话题，我现在要哭出来了。你干嘛哭？刚刚说了那么多，是节目效果啊！真的，他们都是什么？臭傻逼，不是。那么我之前拥有过又丢失了，再找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你觉得哪个更好吃？我觉得都挺好，这个很特别。然后这个就是很好吃，经典。它的那个没有很咸，让我